$1亿一枚导弹，美军最科幻战舰重生。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号这款地球最先进、最科幻的隐身战舰，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大改后，终于有新消息了。预计在2026年9月，它将正式重新服役，重返美国海军的作战序列，成为美军首款搭载高超音速导弹的军舰。只是服役归服役，实弹测试还要等到2027年。高超音速武器上舰要比大家想象的更难。那么现在的朱姆沃尔特号都面临哪些问题？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拥有作战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天下无敌，于是搞出了一个由海向陆的战略，把军舰开到敌人的海岸线附近，给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火力支援。于是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诞生了。原计划建造32艘，结果仅建了3艘，就被美国国会叫停。这点火力军能理解，一艘驱逐舰不算研发费用，造价就达到了44亿美元。那么多钱加上研发费用，最高能达到90亿美元，都能造一艘尼米兹级航母或者5艘伯克级驱逐舰。不看他看谁？朱姆沃尔特级被削减造舰数量后，舰首的先进舰炮系统也报废了，没弹药用。为了保证性能，美军为这款舰炮专门设计了一款弹药，也就是远程陆攻弹药，射程117公里。只是随着建造数量雪崩，单价暴涨，于是在2016年，美军取消了弹药采购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舰炮成了烧火棍，这3艘驱逐舰就只能在海上随风漂流。为了不让这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打水漂，美国海军在2017年决定彻底转型，不搞近海支援了，把这3艘船重塑为远程防区外打击平台。2022年，美军正式拍板，给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安装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说干就干，2023年8月，朱姆沃尔特号正式住进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造船厂，工程师们拿起焊枪和切割机，直接给这艘船来了一场大手术，拆出舰首那2门155毫米舰炮。腾出来的空间安装了4具直径87英寸的大型发射管，每一具巨大的发射管内包含一个叫做先进载荷模块的玩意儿，每个模块可以容纳3枚中程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算下来，一艘朱姆沃尔特号最多可以搭载12枚高超音速导弹。这一波操作让朱姆沃尔特号咸鱼翻身，成为了美军历史上第一艘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水面战舰。除了载高超音速导弹，朱姆沃尔特号还顺带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比如燃料容量的提升、续航力的强化，以及对雷达和电子系统的全面升级换代。美国海军原本的目标是在2025年9月重新服役，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时间推迟到了2026年9月。不过就跟开头说的那样，这并不代表朱姆沃尔特号能立即投入实战部署。等到2026年9月，这艘船重新驶向太平洋的时候，舰首新建的那4具大型发射管将完全处于控制状态。没错，里面没有导弹，原因很简单，一个全新的武器系统，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这种武器，在形成实际的战斗力之前，必须经过验证。从陆基试验到舰艇发射控制系统适配，再到海上实际飞行测试，一步都不能少。根据美国联邦审计署在2026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导弹本身的研发严重延误，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以及技术验证存在巨大的风险，朱姆沃尔特号原定于2025年进行了舰上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测试，已经被推迟到了2027年。这就意味着在2027年海上实弹测试圆满成功并获得系统认证之前，朱姆沃尔特号根本无法配备实弹进行战备值班，这就等于拿着一把没有子弹的 M16 在战场上乱逛。而实弹测试之所以一推再推，不仅仅是因为技术难，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现在的造船供应链瓶颈、导弹制造商的技术失效以及项目管理层的决策失误。第一口黑锅洛马必须背。作为 CPS 高超音速导弹系统集成与导弹体生产的绝对主承包商，洛马现在的产能和质量管理让人没眼看。美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洛马公司的导弹年产量仅能维持在6至7枚。美军为了维持这条生产线，最低的目标是年产12枚，洛马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不够一艘驱逐舰用的。更难受的是，洛马的内部质量管理控制。2023年的一项官方审计指出，洛马的导弹制造设施存在多项质量漏洞，比如缺乏充分的零部件检验程序，很多零件拿过来看都不看，直接往上装。更离谱的是，审计人员在车间里发现了大量未贴标签，甚至已经过了保质期的粘合剂等原材料，还频繁跳过标准的质量保证与复核步骤。高超音速导弹的组装对技术水准要求极高，承包商提供给这些一线工人的操作规程多为学术性工程技术规范。对于缺乏经验的一线装配工人来说，这些说明书没用，工人看不懂又不敢问，只能瞎琢磨着干，导致在防热涂层涂覆、精密的电子器件组装过程中质量问题频发。第二口黑锅是船厂的计划外工作。朱姆沃尔特号船体改装工程比 PPT 上画的要复杂1万倍。这艘舰采用综合电力系统，最大发电能力达到了78兆瓦，
这几乎接近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发电规模，足够给一个中型城市供电。在施工期间，技术人员为了安全，执行了该舰交付6年来的首次系统完全断电并重新启动。重启之后，问题不断，电力网络在重新通电的瞬间发生了一系列关键设备的故障报警，各种电容继电器罢工，船厂不得不耗费时间进行故障排查。此外，高超音速垂直发射筒的安装不是挖个坑放进去就行，需要大规模切穿，并重新排布舰首原有的一体化走线。承包商在实际操作中拿着切割机一切，发现切割和拆除的电缆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计范围，图纸和实物根本对不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重新铺设线路。这些在计划之外的工作，直接导致改装进度陷入停滞，迫使美国海军额外追加了23万个工时以及2000万美元的预算支出。第3口锅则是测试方案的风险控制。项目官员心里也很虚，在水面舰艇上直接点燃一枚且极具破坏性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事，不仅是一枚导弹没了，战舰连同上面的几百名官兵瞬间化为灰烬。为了降低对舰艇本身以及舰上官兵的潜在风险，项目官员主动修改了实弹测试大纲。美海军决定在进行海上实际发射前，必须增加数次陆基模拟测试与舰进时的系统验证。高超音速导弹的上舰测试时间也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不就是把导弹装进军舰里发射，有那么难吗？答案是肯定的，很难。想要让高超音速导弹上舰，第一个难题就是热防护。当导弹在地球大气层内以5马赫以上的速度飞行时，它大约每秒要飞出 1.7 公里以上。在这个速度下，因为气动加热，弹体表面的温度会飙升到1000度到2000度。导弹里面的精细电子器件、制导传感器必须在极薄的防热罩和热石涂层的保护下才能免于熔毁。这些热防护材料通常是陶瓷基复合材料，它们非常敏感。而在军舰甲板下，那是湿热、充满盐雾且天天剧烈震动的恶劣海洋环境。如何保证这些防护材料在出海几个月后不发霉、不剥落、不发生任何微小的物理形变，是一个大问题。在5马赫以上的速度下，哪怕弹体表面因为受潮脱落，产生了一个硬币大小的微小剥落槽，高压气流就会瞬间钻进去，撕裂激波附着点，产生极其集中的局部超高温。这种超高温会导致整枚导弹在几秒钟内在空中彻底解体。第二个难题就是空间与尺寸。在美国驱逐舰上，导弹发射通常依靠标配 MK41 垂发，这玩意儿很成熟，但它的发射井单元直径只有大约 20.4 英寸。然而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为了获得飞出大气层的强劲推力，必须配备超大直径的固体火箭助推器。CPS 高超音速导弹的直径达到了 34.5 英寸，它的体积几乎是普通防空导弹的数倍。普通军舰的 MK41 发射井根本无法容纳它，强塞都塞不进。为了在朱姆沃尔特号上塞入这12枚导弹，海军重新设计了舰首的承重结构与甲板开口。第3个难题则是冷发射技术的安全性。普通的舰载导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战斧，通常采用热发射，就是导弹在发射管内直接点火，通过发射井自带的排烟道将尾焰排到舰外。但是对于 CPS 导弹来说，如果在狭窄的船舱内直接点火，它喷涌而出的高温尾焰和高压气体能把军舰的整个发射舱室炸穿。因此，海军必须采用冷发射技术，原理类似于空气炮弹。在导弹点火前，先利用极高压的冷气体，通常为压缩氮气，将这枚重达数吨的导弹推入几十米的高空。导弹在完全脱离舰艇，处于高空悬停的那个极限瞬间，它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才会点火飞走。这一技术要求冷气弹射控制极其精准。在摇晃的军舰上，如果高压气体不够，弹射高度太低，或者弹射出膛的瞬间姿态发生了倾斜，点火后的火箭发动机尾焰仍可能横扫过甲板，甚至整枚数吨重的导弹会直接坠毁在发射舰上。也正是因为难度较高，美国海军一开始是不想跟陆军用同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这只是形势所迫。美国海军最早的高超音速相关项目叫常规3叉戟导弹改装项目，代号 CTM。2006年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海军脑洞大开，打算将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装备的部分3叉戟2第5导弹的核弹头卸下来，换装为装有 GPS 与高精度制导系统的常规弹头。因为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时的速度极高，可达15至20马赫。如果改装成功，它将是美国海军在1小时内对全球任何地点的目标实施常规精准打击。听起来很完美，但是这个项目被美国国会停了。没办法，当一枚3叉戟导弹从深海的核潜艇中腾空而起时，俄罗斯或者中国的早期导弹预警雷达会在几秒内发现它，但是雷达在第一时间根本无法分辨该导弹搭载的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如果普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来做决定，他会赌这是一枚常规导弹吗？不会，这种战略误判可能直接诱发全面的核报复，地球 online 直接进入第2阶段。正因如此，美国国会在2008年前后切断了资金，毙掉了这个项目。为了彻底解决核常模糊问题，
美军开始转向大角度偏离标准弹道，在大气层边缘滑翔，且具有极高机动性的助推滑翔技术。这就促成了海军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 CPS。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有苗头了，美国军方感受到了压力，想要补上高超音速常规打击的漏洞。但是研发这家伙实在是太烧钱了，涉及极端高温下的热防护材料、高精度空气动力学控制以及复杂的传感器抗烧蚀技术。如果陆军、海军、空军各自另起炉灶独立研发，会造成严重的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和互相扯皮。为了省钱，缩短开发周期，2018年6月28日，由美国国防部牵头，强按着陆军、海军、空军和导弹防御局联合签署了一份高超音速技术合作备忘录。根据这份协议，大家明确分工，弹头部分陆军与海军共同采用由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设计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动力推进部分由海军战略系统项目办公室负责主导研发，搞出了一款直径为 34.5 英寸的双极固体燃料助推器，然后把这个助推器跟弹头集成，形成全备弹。在生产阶段，陆军快速能力与关键技术办公室负责主导滑翔体生产，把图纸交给莱多斯公司承包制造。海军采购陆军生产的滑翔弹头，集成到自己的导弹体中。最后是平台定制，陆军把这套东西装在卡车的双联装发射筒里，叫 LRHW 安营计划，准备灵活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阵地上。海军把这套东西载进军舰和潜艇里，就叫 CPS。海陆河流虽然在 PPT 上实现了技术标准化，但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出现了一堆问题。就像 F-35一样，当年也说海陆空三军通用省钱，结果 F-35A、F-35B 和 F-35C 的机身结构、起落架及发动机差异巨大，零件通用率远远低于预期，后勤根本没省钱。高超音速导弹也是如此，导弹大尺寸对水面舰艇设计的绝杀，将 34.5 英寸固体助推器移植为陆军地面发射和海军水面舰载标准，给水面舰艇设计带来了问题。海陆同款也就意味着陆海军高超音速计划在产业链上处于绑定状态，两军共用同一家导弹外壳制造厂，共用同一个弹头承包商。一旦这条共享生产线的某一个环节由于质量问题，比如前面说的落马工艺标准混乱，或者核心熟练工短缺，而导致生产减速，陆海军的高超音速武器交付将手牵手同时发生延误。陆军的安营计划、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现代化工程，在过去数年里频繁出现这种情况。最关键的还是成本，由于两军研发决策天天互相扯皮，测试延误不断，以及生产合格率极其低下，整个 CPS 项目的采购单价持续攀升。目前估算，每枚 CPS 高超音速导弹的造价已经接近7000万美元，这价格甚至逼近 F-35A 的造价。打一发导弹等于扔了一架战机，如果后续的测试没能成功，价格还会涨，1亿美元一枚导弹不是梦。这个价格削弱了美军的常规弹药库存持久性。原本美军指望用它作为广泛威慑的常规手段，现在被迫缩水为一种数量极其有限、打一发少一发，只能保存在战备库中，专门针对战略高价值目标的奢侈品。在大国竞争，别人拥有庞大的战略防御纵深与海量的防空防导雷达节点，美军的 CPS 导弹在战时很容易被稀释，难以发挥最初设想的战略性威慑作用。面对这种问题，美国海军也在找出路，因为 CPS 太贵太大，就想开发一种能兼容标准 MK41垂发、造价低廉、易于量产的战术级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目的就是放宽对极度昂贵与稀缺材料的依赖，让现役的伯克级驱逐舰也能获得高超音速打击能力。当然，这还停留在画大饼阶段。而另一个项目就是 HALO 项目，为航母舰载机，比如超级大黄蜂或 F-35C 量身定制的下一代空射反舰武器，技术路径是吸气式超燃冲压引擎，结果因为预算限制，技术开发难度远超预期。美国海军已经取消 HALO 项目的招标，把主要精力老老实实放回对现有的亚音速隐身反舰导弹 LISM 的升级上。就火力军来说，朱姆沃尔特号在2026年9月的现代化完工，重返现役，在技术上确实是一次突破。它标志着美国水面舰艇开始具备承载大直径战略级常规导弹的能力，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该舰在服役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面临有舰无弹的窘境，只能像个看客一样，眼巴巴地等待2027年海上实际发射测试的检验。如果成功，接下来朱姆沃尔特级剩下的2艘船，迈克尔·蒙苏尔号与林登 ·B· 约翰逊号以及布洛克 VP 4弗吉尼亚级就能顺利集成，美军的常规打击能力就将迎来质的飞跃。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等到2027年朱姆沃尔特级能否通过实弹测试？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